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23日啊！咁香港呢一個星期呢，竟然呢有3單同黑社會有關嘅新聞喎，呢個相當厲害啦！咁而且呢3單新聞呢都係見刀見血，甚至乎呢搞出人命嘅。就話說呢喺1個星期前啊，喺呢個禮拜六呢就發生咗尖沙咀同埋呢個嘅大角咀嘅一個械鬥吓。咁啊，首先呢就喺尖沙咀呢就係黑社會打交。就係新義安同埋和勝和打交，咁啊，然後咧就幾日後咯，大角咀咧就發生咗刀案咯，咁啊，雙方咧嘅幫派人員就斬起上嚟，去到尋日啊1月22號咧，就喺元朗啊發生咗伏擊，咁啊一個24歲嘅和勝和背景嘅男子咧就被伏擊，然後就斬死咗，所以警方咧就大為震怒啦，出動咗900人咧去反黑，就冚檔然後查牌，咁當然咧就要回應翻社會一啲嘅關注啦，咁啊呢個叫雷霆掃月行動，咁啊雷霆掃月行動咧，警方就話咧，要同黑社會勢不兩立啊，咁啊唔可以咧讓啲黑社會坐大嘅，派咗900人啊，尤其是咧係冚元朗，咁啊犀利啦呢個警方嘅指揮官呢個女警咧 Madam 咁啊帶咗呢個嘅唔好用 Madam， 而家唔叫 Madam 叫阿 Sir 個長官咁啊就係帶咗900人去冚檔，咁啊呢個雷霆掃月喎，咁但係問題即係黑社會冚極都冚唔完咁樣喎，咁啊今日就要問題啦，點解而家香港黑社會會肆虐咗呢？比起以前2000年代以後，其實香港黑社會式微咗噶啦，而家好似又翻去80-90年代咁嘅情況噶咯，唔單止係咁，又出現咗好多咧警黑勾結嘅新聞，唔係我講啊，東方日報講噶話呢個嘅警方咧，就係同呢個嘅黑社會勾結有警長俾 O 記帶走協助調查，有啲假查牌，然後咧即係投訴課收到咧1156宗有關咧呢個警黑勾結嘅新聞嘅，即係呢個嚟自東方日報咁假掃檔非法賭場真係放走咗佢哋嘅，點解好似翻去60年代咁香港而家今日就要探討呢個問題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和勝和今次咧重點就係和勝和，尤其是係元朗和勝和。點解元朗和勝和近年會咁惡咧？諗起元朗和勝和黑社會鄉紳同埋呢個嘅警方，哇！呢5組關鍵詞咧就令人哋有好多聯想啦。因為咧杜琪峰就話咧，喂，而家咧香港冇咗靈魂啦，佢都冇咗靈魂啦，佢拍唔到黑社會第3集啦。黑社會第3集咧，杜琪峰嘅版本同黃晶或者以前吳宇森文俊佢哋拍嗰啲黑社會係不一樣嘅，佢哋嗰啲拍黑社會真係講啲江湖情義嘅，杜琪峰嘅黑社會係講政治喎，就透過咧描述一個字頭叫和聯勝，其實就影射咧和合圖嘅分支和勝和嘅，咁已經有100幾年坐館選舉嘅歷史噶啦。和合圖就由晚清開始咧就已經搞起嘅，咁點解晚清開始因為咧佢係洪門嚟噶嘛，和字頭其實就係3點水就洪門嘅洪3河合水就萬年流啊嘛，咁然後咧就要以和為貴，大家咧一齊咧嚟到香港搞生意啦。後來1930年代咧就分支咗和勝和。後來咧，又喺呢個安樂汽水廠嘅工會裏邊咧，再組織咗一隊，就叫和安樂。咁呢個3大嘅和字頭，和安樂又叫水房，然後仲有啲和勝義相對較細嘅和字頭。咁喺香港咧，一直咧就叫3大黑幫之一噶啦。最大嘅就係呢個嘅新義安啦，向家嘅天下啦，新義安咁就由九龍城開始發展，衙前衛道開始發展起嚟嘅，就有國民黨嘅背景資助。咁然後第二支咧就 14K，14K 咧就係國民黨嘅特務。咁最初咧喺50年代咧呢個國共嘅鬥爭喺香港裏邊咧，14K 扮演住一啲重要嘅角色嘅。但係後來就主要從事呢個嘅販毒集團啦。但係和勝和其實就係3支黑幫裏邊咧，相對咧冇咁強勢嘅一支黑幫嚟嘅。咁我查翻啲歷史咧，發覺咧喺報章裏邊最早有和勝和嘅歷史咧就1940年代、1940年代，咁有和勝和嘅歷史，咁就睇到好多佢嘅新聞啦。咁1940年至到49年咧就有一單關於和勝和嘅歷史。但係就講到和勝和啦，以往你發覺咧喺佐敦啦或者深水埗呢啲地方咧就最犀利嘅。和勝和三合會嘅成員
入獄。咁佢哋主要活躍咧喺佐敦同埋喺呢個嘅深水埗一帶。咁啊，但係後來咧，隨住時代嘅發展咧，喂，以前我哋細個講和勝和啊，最犀利嘅就係菜街勝和啦、佐敦勝和啦。菜街勝和啊講緊街頭定街尾。後來咧，即係80、90年代過去之後咧，勝和咧就慢慢發展到去上水勝和喎，啲情況就咁啊。咁啊，直至到去近呢10年8年咧，元朗啊嘅勝和咧，好似就係經常出現喺新聞度啊。哇，因為咧勝和本身咧就有好多圍村仔嘅。呢啲圍頭仔嘅，呢啲圍村仔圍頭仔咧，但係以前香港嘅黑社會主要嘅生意啊，就係嚟自碼頭，尤其是喺西環碼頭啦、三角碼頭啊、永樂碼頭啊、香港仔碼頭啊，主要係就係呢啲，即係香港開埠以後咧，碼頭咧就係黑社會主要盤踞嘅地方。當時咧西環同埋呢個嘅香港仔碼頭主要由和合圖去即係管理嘅。就係做啲出入口嘅生意啦，咁當然仲有鴉片嘅走私啊、毒品嘅貿易啊，一啲漁艇漁船嘅保護費啊，咁所以咧和合圖咧喺晚清咧至到民初咧係最大嘅。咁但係隨住香港嘅人口激增咧就唔同咯，香港人口激增咧去到50、60年代因為難民咧嚟到，咁所以咧香港黑社會咧就同呢個嘅四大探長時代咧就結合咗，就變成做咩咧？就變成咗係做呢個嘅毒品生意做埋啲黃賭毒嘅生意。咁所以喺59年嘅時候和合圖呢個就開始咧就式微，和勝和 14K 同埋新義安咧水房咧就開始崛起。因為咧傳統做碼頭生意咧就即係冇咁犀利啦，收下啲漁船嘅保護費做出入口嘅生意，反而喺九龍城寨咧或者係嗰啲其他嘅娛樂場所雞竇嗰啲就崛起啦。咁喺49年嘅時候咧，59年嘅時候和勝和坐館肥仔堂網上有啲人講佢嘅名咧係講錯咗嘅，肥仔堂係叫姜堂。當時咧係59年嘅42歲就做坐館就自首。就係13太保之一。咁當然呢個13太保唔係後來咧70年代我哋所熟悉嘅慈雲山13太保啊。呢個係由46年咧就已經做草鞋噶啦，喺40年代就做呢個嘅13太保，43年就入會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和勝和嗰陣時咧就喺九龍咧就開始發展咗出嚟。咁但係後來隨住廉署嘅打擊啦，所以四大探長嘅時代結束咗。香港嘅黑社會咧就冇以前咁猖獗啦，就唔係再主要做毒品嘅生意啦，做毒品嘅生意就轉入地下。以前做字花做毒品做賭檔咁咧隨住廉署嘅崛起之後咧就開始式微。但係咧與此同時咧風雲際會喺80年代咧香港嘅娛樂事業就崛起。咁所以咧嗰啲黑社會咧就做咩咧？就做夜總會、睇場，即係會所管理啦。酒吧，香港當時開咗幾百間酒吧，數以10間嘅 disco 夜總會，仲有呢個咩港式嘅夜總會，又有日式嘅夜總會，呢啲黑社會全部做管理嘅。然後仲有卡拉 OK， 後來又崛起喎。梅艷芳都喺卡拉 OK 度俾黑社會掌摑啊嘛。後來發生咗一個嚴重嘅事件，要梅艷芳咧就避走去到泰國，然後呢個嘅香港黑社會就係卡拉 OK 嘅時期咧，又做管理，然後又出現咗好多嘅娛樂場所，桑拿啦、揼骨啦、魚蛋檔啦、101啦、馬攬啦、K 押啦、指押啦，就開咗好多數以千計呢啲生意。咁所以香港黑社會嗰陣時就豬籠入水啦。90年代仲有網吧呢啲生意咧都非常厲害。咁90年代之後咧，香港黑社會咧有部分大家族就從事正牌生意，就係做電影做電影娛樂事業。和勝和咧，因為咧佢好多圍頭仔嚟，圍頭仔咧佢哋咧就有辦法去到英國喎。咁所以喺曼城咧就有呢個嘅黑社會教父和勝和嘅教父咧就喺呢個嘅曼城叫佐治。就喺嗰度咧就有好大影響力喺荷蘭嗰啲都有好大影響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嘅黑社會咧當時就係以尖沙咀為核心，以灣仔、銅鑼灣為核心。尖沙咀就係由新義安控制啦，灣仔就由新義安控制啦，銅鑼灣就係群雄割據啦，和合圖新義安咁都有一啲嘅地盤有啲桑拿喺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勝和嘅生意咧都仲未好犀利。但係去住2000年以後咧，喂，幾大嘅黑社會咧就去咗澳門發展
或者咧和合圖啊就去咗賭船度發展喎，咁啊賺到無數嘅錢因為澳門啊賭牌開放噶嘛，咁所以咧就吸納咗澳門嘅黑社會同埋香港黑社會咧去分一杯羹，或者澳門黑社會啊，譬如話以呢個14K 呢個阿區哥佢哋咧最大影響力噶嘛，咁啊後來包括佢嘅門生，咁啊就喺嗰度咧就開賭廳做貴賓廳，做呢個嘅放債。財務管理收數，咁做呢啲生意咧以億計嘅生意，咁所以香港咧個黑社會好多就去咗澳門發展，出咗海發展或者北上。當時咧2000年代咧，隨住24小時通關，深圳呢個東莞啊，咁啊好多香港黑社會咧就去搞生意，搞正當嘅生意也有，搞偏門嘅生意也有，開餐廳酒吧。卡拉 OK 搞呢啲生意又有，做走私做水貨又有，咁所以呢啲香港黑社會喺2000年後咧已經式微。我細個嘅年代咧，香港嘅學校好多黑社會，我細個讀馬鞍山噶嘛嘅學校，馬鞍山學校咧當時本環陀地咧就係新義安大環山老新，咁但係咧即係當時嘅聖和咧就係以菜街聖和就街頭同街尾同埋佐敦聖和咧最犀利嘅，但係隨住時移世易啦，就係因為咧。香港嘅生意咧就慢慢式微，啲嘢正行化咗喎，咁嗰啲卡拉 OK 咧變成咗大集團啦 ，New Way 呢個嘅 Big Echo 開咗呢啲，咁你去收陀地就困難咗咯，啲娛樂場所亦都因為北上嘅原因啦，執咗好多嗰個東莞嘅競爭，令到香港嗰啲馬攬令到香港嘅一樓一嗰啲 K 壓嗰啲卡拉 OK 陪坐小姐慢慢嘅生意咧就越嚟越少，所以咧香港黑社會喺2000年代以後咯，所以咧佢就喺上水咧就發咗大達，佢本來盤踞喺上水幾十年噶啦，咁但係以往香港最賺錢嘅生意都係市區噶嘛，和勝和嗰啲圍頭仔就殺唔到入去呢個嘅市區嘅，咁但係呢個時來運到喺2010年嘅時期，因為水貨喺呢個嘅上水粉嶺就開咗好多藥房，咁佢哋咧就壟斷咗呢啲嘅生意然後就係嗰啲貨倉經營自己派啲水貨客北上咁包括佢個門生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力咁樣，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香港嘅黑社會咧個格局就由市區變咗新界咯喂，加上咧當時咧就係新界收地，以前咧新界收地咧就冇咁犀利嘅。後來隨住新界收地咧越犀利嘅時期咧，發展新市鎮屯門沙田荃灣元朗天水圍、洪水橋呢啲收地咧，咁呢啲圍頭嘅勢力咧又開始咧即係結合埋呢個所謂嘅鄉紳以及咧呢啲政界嘅人士，甚至乎政府裏邊嘅人士大地產嘅財團。咁佢哋又發展咗出嚟咯，所以點解元朗聖和近呢10年8年咁惡就係因為香港嘅命運就由市區變成咗新界即係由呢個娛樂場所式微變成咗咧主要做水貨同埋做收地，咁元朗都可以分到水貨一杯羹啦，元朗屯門都分到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崛起咗犀利啦，加上咧即係因為以前嗰啲咩小巴線搞下啲小巴牌入線費嗰啲生意咧就越嚟越唔賺錢噶啦，所以變咗北上嘅生意就賺錢，香港最賺錢嗰啲咧黑社會家族都北上做正當生意啦，拍電影幾億一套係咪咁所以佢哋嘅慢慢咧喺香港嘅影響力就減低咗。和勝和元朗佢哋咧就成為咗最惡噶啦。咁去到2019年咯由於佢哋認為自己咧就為咗國家立咗功，當時咧有中央嘅人員去到聯絡統戰咗佢哋咁結咗佢哋出咗一分力保家衛國，成為咗民族英雄咁佢哋咪覺得自己係強大起嚟咯。咁但係正如杜月笙都講啦，杜月笙就話咩政府從來當黑社會係尿壺嘛，有用嘅時候攞出嚟，冇用嘅時候嫌佢臭，咁所以咧佢用你係得嘅，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佢用咗你咧你就惡起上嚟咁所以用你覺得惡起上嚟嘅話咧，你就會慢慢係失去控制，佢又會打擊你喎。所以咧而家點解咁多黑社會又活躍翻？但係明明黑社會入侵校園已經少咗好多啦，而家啲僆仔你叫佢打機佢都好過做黑社會嘛。以前嗰個年代黑社會喺校園肆虐係因為驚俾人恰嘛。你唔跟黑社會好容易俾人打喎，當然跟咗會更加俾人打，佢哋冇考慮到呢個問題啦咁有啲因為揾唔到食跟咗黑社會有份工喎，嗰啲公屋居屋嗰啲裝修咧俾啲黑社會壟斷晒，喺
80、90年代。咁所以咧，你如果想做啲基層嘅工作咧，做清潔啊，做呢啲搬運啊，咁你跟黑社會咧，往往會撈到一份工喎。咁但係而家社會唔同啊嘛，而家你出去做快餐店都揾到食噶，做 sales 又揾到食噶，所以僆仔咧就唔會點跟黑社會嘅。但係點解而家咁多黑社會咧，仍然就係頭先所講嗰啲圍村人，因為涉及到丁權，涉及到呢個嘅錢，涉及到水貨。涉及到自由行，咁當然近年咧仲大生意啦，有啲黑社會係咪喺澳門就打住咧國際鴻門組織嘅名義去咗一帶一路度發展，攞國家嘅資助，攞國家嘅資源，就去到咧喺菲律賓搞賭場啊，結果當然俾人拉咗啦。咁國家當時係需要你俾個政協你做，唔需要你嘅時候拉咗你啦，咁又有一啲咧就俾人哋搞加上咧近來緬甸嘅詐騙員啊。咁亦都同香港黑社會有關係噶，咁就係澳門嘅大佬就去到嗰度發展，咁當然而家就低調咗啦，無可奈何嘅。咁呢啲黑社會嘅故事亦都可以解釋咗啦，點解香港嘅黑社會係會即係個地運啊係會轉移？點解我會熟悉呢？因為我曾經係攞過香港政府研究嘅基金咧，係寫過一個研究計劃嘅，就係講呢個嘅50年代調景嶺嘅發展咁調景嶺嘅經濟發展史啊，我寫過一個研究嘅 project。裏邊就涉及到頭先我所講幾個字頭，所以我就當年咧就對呢個題目咧下咗一啲嘅功夫，特登咧走咗去台灣中研院國史館裏邊咧查閱咗關於14K 同埋呢個新義安嘅資料，其他咧嘅資料就睇書睇翻嚟嘅。咁當然啦，有好多我每次講呢個題目，有一啲黑社會嘅人士就可能嚟我度留言啦，話你讀書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咁當然我就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係根據檔案同埋報章去講嘅。所以我之前講一啲黑社會詩句，佢話同我哋以前唔同㗎喎，你唔識嘅，咁我係根據檔案資料講噶嘛。檔案資料可以係啱，可以係錯嘅，因為抄寫檔案嗰啲人以前啲唔係咁有文化喎，可能會抄錯咗，又或者其實我睇個版本先係啱嘅，你哋咧傳下咧，你哋嗰啲大佬啊、阿公啊嗰啲唔知咩邊條線啊，傳下佢哋嘅讀書啊咁唔多噶嘛，知識水平又低啊嘛，未必識字啊嘛，嗰啲詩句又唔同喎，咁所以我講嘅版本同你哋認知嘅版本一定係唔同，都唔出奇噶啦。我都係依書直說嘅啫咁 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 subscribe share， 收費頻道 Patreon 有文字版 ，YouTube 有文字版，加入會員15蚊美元一個月就可以無限重溫嘅啦，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多謝大家支持，知識有價，拜拜。